乌克兰重新拥核的时机已经来临。乌俄战争已经持续3年的时间，前线城市几乎全部成为废墟。在这种情况下，美俄反而即将进入蜜月期。俄罗斯同意特朗普的提议与乌克兰和谈，但结果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这次和谈对俄罗斯有利。乌克兰无法加入北约，也没办法收回全部的土地。泽连斯基之前提出的领土互换协议恐怕也无法实现。这不禁让火力军想到了泽连斯基之前的那句话：乌克兰要么加入北约，要么重新成为核大国。就火力军而言，当下就是乌克兰重新拥核的最好时机。之前有消息称，乌克兰可以在3周内造出核弹，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苏联刚解体时，乌克兰是世界第3大拥核国。如果当初的乌克兰没有自废武功，摧毁自家的核武器，那么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就不会出现，更不会有现在的乌俄战争。那么巅峰时期的乌克兰总体军事实力可以排到世界第几？为何销毁核武器？巅峰时期的乌克兰即使不使用核武器，没有北约的支援，也可以应对俄军进攻，其总体实力可以排在世界第3。在苏联时期，乌克兰获得的基建投资几乎占到了苏联全国的1/5。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苏联更是将大部分的重工业基地放在乌克兰，比如安东诺夫设计局、黑海造船厂。而苏联解体之后，军事工厂在哪儿，谁就有决定权，毕竟基地也没办法搬走。俄罗斯作为第一继承人，土地面积最大，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遗产，而乌克兰则得益于地理位置，继承了苏联近30%的遗产，仅次于俄罗斯，成为一个世界级军事强国。地面部队方面，乌克兰在独立之后，本土超过80万苏军士兵转为乌克兰军队，只有大约1万名士兵拒绝宣誓，选择退役或者转投其他国家。苏联最出名的地方就是钢铁洪流，而作为苏联重工业基地的乌克兰，继承了苏联6480辆坦克，包括 T55、T62、T72、T80 等，其中第3代坦克就包括3400辆，这6000多辆坦克比当时德法坦克加起来都要多，并且乌克兰还有大约 1.2万辆步战车与装甲运兵车。毫不夸张地说，仅凭乌克兰一个人的实力就可以媲美整个西欧。在炮兵部队领域，如果时间倒退30年，乌克兰完全可以把当前的俄军炸得怀疑人生，根本不会出现火炮、火箭炮短缺的问题。120毫米口径以上的牵引火炮830门，包括 D30、D20、2A36 等。自行火炮的数量更是达到了1245门，包括 2S1、2S3、2S7 等。多管火箭炮的数量则是531门。空中力量方面，乌克兰继承了苏联的大量战机，数量达到了610架，包括米格29、米格23、米格25以及苏27。武装直升机的数量达到了245架，全部都是米24雌鹿。不过乌克兰空军最强的还是轰炸机部队，这也是最可惜的。巅峰时期，乌克兰轰炸机数量达到了172架，其中66架图22、30架图16、21架图95H 以及19架图160。这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俄罗斯只有6架图160，可见乌克兰轰炸机部队的实力有多强。至于海上力量，那就更完整了。黑海造船厂地处乌克兰，加上克里米亚的存在，当时的黑海舰队是属于乌克兰的。1992年1月，苏联的黑海舰队在看到陆军投入乌克兰的怀抱之后，也开始宣誓，但舰队司令卡萨托诺夫却不这么认为，于是乌俄双方就有了分歧。到了9月份，乌俄开始对拥有800艘舰艇、10万士兵的黑海舰队进行分割，最终乌克兰获得了该舰队18%的舰艇，加上俄罗斯后来分给乌克兰的军舰，乌克兰一共获得了超过300艘舰艇，包括可以搭载直升机的基辅号导弹巡洋舰、5艘普通巡洋舰、7艘驱逐舰、26艘护卫舰、18艘潜艇、炮弹、导弹艇、2栖舰艇与后勤辅助舰艇的数量超过250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航母。苏联解体后，乌克兰还获得了2艘航母，常规动力航母瓦良格号以及核动力航母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虽然最初的时候二者都没有建造完毕，但最起码证明了乌克兰的潜力。在当时那个年代，除了美国之外，也就法国拥有2艘克列孟梭级航母，意大利有1艘加里波第级航母，英国有3艘2万吨以上的无敌级。如果乌克兰这2艘航母可以投入使用，足以乌海军在欧洲横着走。除了这些武器之外，乌克兰还获得了大量的军工企业，如果爆发战斗，完全可以保证部队的后勤。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境内有3594家军工企业与兵器科研机构，从事军工生产的员工达到300万人，直接从事武器装备生产的企业有700家，
从业人员140余万人，涵盖了所有类型的军事领域，包括主战坦克、飞机、航母，甚至是战略核武器。最重要的就是3局一场一司，3局分别是南方设计局、安东诺夫设计局与莫罗佐夫设计局。其中南方设计局研制了 SS-18 洲际弹道导弹，北约代号撒旦；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了 AN-124、AN-225 等。苏联时期的大部分运输机都是安东诺夫设计局研制的，其中 AN-225 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运输机。莫洛佐夫设计局则主打地面装备，属于苏联坦克设计和制造的核心。一厂则是黑海造船厂，它是苏联唯一的航母组装厂，俄罗斯海军的库兹涅佐夫号就是该厂组装的。一司则是马达西奇公司，负责建造直升机与大型运输机的发动机。在巅峰时期，无论是地上跑的、空中飞的，还是海里游的，乌克兰都可以建造，战争潜力拉满，更别说还有一大堆核武器。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继承了3740枚核弹头，英法两国的核武器加一起都没乌克兰的多，这使得乌克兰一跃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3大核国家。在这些核弹头中，威力最大的就是各种洲际弹道导弹。当时乌克兰境内驻扎有苏联第43火箭军的2个师，分别是第19火箭师和第46火箭师，其中第19火箭师装备了 UR-100N、SS-19 和 IS-18 洲际弹道导弹，第46火箭师装备了 SS-19、RT-23 和 SS-24 型洲际弹道导弹，其中 SS-24 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实战化部署的战略导弹列车，每列20节车厢，指挥、发射、保障生活等设备一应俱全，其中发射车厢3节，每节1枚导弹。这种导弹列车外观上与普通民用火车完全相似，卫星侦察根本无法发现其踪迹，隐蔽性极高。此外，乌克兰还有2500枚战术核武器，供图95与图160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强大的战争潜力、数千枚核弹头，加上一大堆常规武器，乌克兰的军事实力完全可以排在世界第3。如果能够一直发展下去，完全可以吊打英法德这些老牌强国。只可惜，事情没有按照乌克兰想的那样发展。在之后的岁月里，乌克兰的军工企业不断萎靡，就连核武器都一个不剩。大家都知道苏联解体的原因，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的发展，经济还太过拉胯。这些问题在乌克兰依旧存在。乌克兰独立之后，经济形势极为困难，核工业和航空航天工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别说继续建造新武器了，连工厂规模都无法保持。核武器的维护加管理费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不过对于乌克兰而言，这些并不是放弃核武器的原因，主要原因是联合国内部有坏人。苏联解体后，身为第一继承人的俄罗斯看着乌克兰那几千枚核弹，被害妄想症爆发，睡觉都不踏实，整天想着如何让乌克兰进入无核时代。没办法，乌克兰土地肥沃，大部分可耕地都是黑土地，又保留了极强的军事实力，只要能挺过经济萎靡时期，军事实力妥妥的世界前5。也许当时的俄罗斯就已经考虑入侵乌克兰了，于是开始逼迫乌克兰放弃核武。乌克兰不放弃核武，那就停气停油。当时乌克兰80%的能源供应都来自俄罗斯，一旦停止，工业和交通就会陷入停滞，经济情况只会更差。加上乌克兰经济状况不行，欠了俄罗斯不少钱，俄罗斯就提出拿武器代替欠款。当时的美国、英国也不想看到世界上再多一个核大国，于是顺水推舟，想要乌克兰放弃核武。不过相比较俄罗斯，英美的手段还算温和，只要放弃核武就立马给钱。在1992年5月，乌克兰将所有的战术核武器运往俄罗斯，但是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乌克兰还没有销毁，而是想保留40%的核武，以保证其安全。但美俄都不愿意，俄罗斯还是那一套，不销毁就断气断油。美国则表示要冻结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最终，乌克兰没能顶住压力，选择销毁所有的核武器。继美英与乌克兰签署了布达佩斯安全保证备忘录，对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做出了一系列保障。2001年10月30日，乌克兰最后一座实战型 SS-24 导弹发射井被炸毁，彻底成为无核国家。逼迫乌克兰销毁核武器后，俄罗斯又盯上了战略轰炸机，要求乌克兰偿还天然气债务。没钱，那就拿飞机来换。就这样，乌克兰前前后后一共向俄罗斯转移了大约1900枚核弹头、130枚洲际导弹、10架图160以及部分核潜艇。就结果来看，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俄罗斯反而成为最大受益人。也有消息称，乌克兰之所以放弃核武，除了美国与俄罗斯的威逼利诱外，还有乌克兰核武器开发被俄罗斯掌握的原因。关于这点，火力军只能说的确是这样，但这并不代表乌克兰用不了。对于有核国家来说，核弹这种战略性武器都是由政府直接控制，
美俄的核武器都是由总统带着核手提箱输入密码后才能发射，英法的核武器呢也差不多需要发射密码。当然也有一些被动措施，这期视频我们暂且不提。苏联解体之后，核武器发射密码就全部转交至俄罗斯，乌克兰的确没有使用权。不过这并不代表乌克兰没有实力对核武器进行修改。在独立之后，乌克兰就已经对核武器采取了行政控制，确保俄罗斯无法使用。如果要建立起全面控制，大概需要12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对战略核武元件进行修改。也就是说，只要乌克兰想，这些核武器可以自己控制。至于乌克兰销毁核武器的对错，火力军只能说这点没错，问题是销毁的太多也太快了。以当时乌克兰的财政情况来看，销毁核武器是必要的，毕竟养不起。但问题在于必须有限度的保留一部分，即使仅剩几十枚，俄罗斯也不敢直接入侵乌克兰。不过考虑到当时美俄的压力，如果不能保留，那就分期契合，分几十年拆完。如此一来，乌克兰也能拿到经济补偿，足以完成社会转型。当时的乌克兰签订的协议就是这种分期拆完。只是过了几年，乌克兰政府更迭，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一次性全部拆解运走。火力军只能说可惜了。核武器拆完之后，乌克兰就没了战略反击能力，这也导致俄罗斯可以毫无压力地入侵乌克兰。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22年爆发的乌俄战争就是最好的例子。如果现在的乌克兰境内还保留有核武器，或者是核武还没有拆完，以上这些情况都不会出现。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如果按照特朗普和平计划，乌克兰恐怕不能加入北约，那么乌克兰有能力重新成为核大国吗？有消息称，如果下达命令，乌克兰可以在3周内制造出核弹。就火力军而言，乌克兰有能力制造出核弹，但时间呢，大概不会有那么快。就目前来看，在研制核弹方面，乌克兰有能力完成从核燃料开采和精炼工业到设计、开发和生产用于运载此类武器的火箭。乌克兰有数个核研究所，比如基辅核研究所与基辅理工学院，足以完成核物理知识发展、核反应堆技术发展等方面，并且乌克兰还拥有地球上 2.4% 的铀矿，可以制造数千枚热核炸弹。南方设计局、南方机械制造厂以及安东诺夫设计局也可以完成核弹头和发射能力。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只是制造核武器的一部分。乌克兰虽然集成了很多军工设施，但是并不完全。在苏联时期，还有一部分工业位于俄罗斯，比如核弹头的设计、生产与核燃料浓缩，以及核武器试验。乌克兰并没有这些设施，需要投资数百亿美元与数年的时间。如果乌克兰从现在开始建造核武器，那么在未来3到5年内恐怕都不会拥有核武。不过从另一个方向考虑，克里米亚已经丢了10几年了，乌克兰内部做了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即使几个星期之后，乌克兰突然掏出一个核弹，火力军都不会觉得奇怪。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报道，美国国防部对外宣称将暂停哨兵洲际弹道导弹项目。该导弹是美国新一代地对地洲际弹道导弹，将于未来替换民兵3洲际弹道导弹，由诺格公司研制，其采用3级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最大射程达到了13000公里。应用惯性制导加 GPS 制导，可携带2至3枚分导式核弹头。据悉，美国之所以暂停该导弹项目，主要是因为其预算超支，目前已超过1400亿美元，与2020年时相比，预算金额超支81%。据 Sea Power 报道，美军最后一架 EEP-3E 侦察机已于2月12日退役。报道指出，自1970年起，美军共有26架 EEP-3E 服役。到了1990年代，美军对一部分进行升级工作，留下12架继续维持机队规模。据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表示， EEP-3E 配备有灵敏的电子接收器和高增益翼蝶形天线，可使机组人员为舰队和战区作战指挥官提供实时信号情报和全动态影片，以支持防空战、反潜战和反水面战等多环境作战。需要注意的是，这架退役的 EEP-3E 侦察机隶属于第1舰队侦察飞行队，这是美国海军最后的舰队空中侦察中队。除 EEP-3E 侦察机退役外，该机队还剩下一架 P-3C 巡逻机，后续会在2月20日退役。至于该机队，也将于3月28日正式解编。据诺格公司声明，将在阿联酋举行的国防展中展示蝮蛇式链炮的升级版，代号为 M230LF。
据悉，原版本的 M230链炮一般都搭载于 AH-64阿帕奇直升机，但由于其空战表现卓越，前线士兵希望将其应用于地面作战，因此促使诺格公司开发出这款 M230LF， 其适用于装甲车辆、无人炮塔以及固定防御阵地。相比传统机枪而言，可提供更强大的火力，能有效对抗人员与轻装甲目标。在性能方面，与先前版本相比 ，M230LF 采用轻量化设计。配备了30×113毫米中口径武器系统，每分钟射速可达200发，且具备优异的精准度与后坐力控制，适合进行持续压制射击。同时，其还增加了双供弹设计，可快速切换高爆弹、穿甲弹等不同弹种，无需重新装填，可确保作战单位能够根据战场状况实时调整火力，而且还内置有防爆机制，进一步确保了射击时的稳定与安全性。最关键的是 ，M230LF 还与原本的 M230共用约60%零件，非常便于维护与后勤管理，使其能无缝整合至现有作战平台，可直接提升接装部队的整体战力水平。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在2025印度航展上展示了最新一代改进型铠甲 SEM 防空武器系统。相较于先前版本，其安装在哈马斯53958卡车上，底盘采用了8×8结构，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和地形适应性。此外，其还换装了全新一代的 SOTS 型 S 波段雷达，侦搜范围提升至75公里，还具备更好的反隐身能力，同时可追踪4个目标，拦截范围也提升至40公里，射高提升至18公里，能够应对各式导弹、无人机等威胁。据国防博客报道，俄罗斯国营企业 Rostec 旗下的卡留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去年12月签署了一份价值7.2亿卢布合约，合约内容是向美国和德国采购电站设备。卡留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是俄罗斯苏沃伊系列战机电站系统的主要开发商，其研制的西比内电站系统被广泛应用于苏24、苏27、苏30、苏33、苏34、苏35以及苏57战机上，同时也为用于执行干扰和防空压制任务的特殊直升机设计相应系统。据此次采购合约显示，卡路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将扩大机载电站系统的生产规模，采购项目包含信号分析仪、模拟信号生成器、矢量网络分析仪、电源供应器和示波器等，其价值6.2亿卢布，将由德国罗德施瓦兹公司供应。设备产自德国、捷克和马来西亚。此外，还将拨款1亿卢布向美国世德科技公司采购万用电表和超高频分析仪，这些设备将由马来西亚工厂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卡路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自2019年起就受到了美国制裁，2024年更是被欧盟列入制裁名单。这次为了绕过贸易限制，卡路加无线电工程研究所通过中间商 Gradient 签署合约，该公司承诺在2025年底前交付所有设备。截至目前 ，Gradient 已于2024年12月下旬交付一台 SMA-100B 模拟讯号产生器，价值近1300万卢布。通过此事可以发现，对俄罗斯的制裁仍存在执行漏洞，俄罗斯国防企业仍可借由中间商等手段获取北约的先进技术。北约官员也曾多次警告，军民两用技术的转让可能间接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而俄罗斯如此迫切提升电站能力，想来是为了对付乌军无人机和精准导引武器的威胁。据美国国防邮报报道，法国正和印度进行协商，计划采购印度自制的皮纳卡多管火箭系统。法军建议的 LRU 多管火箭系统其实为冷战时期研发的美制 M270 多管火箭系统法国版，由于已计划在2027年退役，且先前曾向乌克兰军援过4套。对此，目前法国政府正按照陆地远程火力计划，预计将投入1.8亿欧元预算，计划在2035年前采购26套新一代远程打击武器，借此确保地面战力。除印度的皮纳卡多管火箭系统外，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德意联合研发的 Europlus 火箭炮也被法国国防部列入评估清单，后续将根据性能、价格与作战互通性等指标做出最终的采购决定。需要注意的是，法国先前已派出专员前往印度评估皮纳卡多管火箭系统的综合性能，
尽管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但如果后续达成协议，这将会是印度第一次向法国出售本土自制的军备，两国的国防合作关系可能会借此得到加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克兰会重新拥核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